如愿以偿考入梦想的大学。可距离入学不到2个星期，我的录取通知书、身份证、银行卡全部不翼而飞，只有微信一条信息：对不起，是妈妈发来的。我要疯了。下午和妈妈一起在电影院看最近大热的缅北诈骗犯。电影里，漂亮的女主角被伪装的人贩子骗着钻过边境的铁栏洞。我妈冷道：女孩子长得越好看，在外面越危险，连这种社会阅历丰富的都被下套卖掉了，何况那些没出过远门的，到时候怎么死都不知道。这是在警告我。我没有搭腔，只是默默攥紧拳头。电影看到一半的时候，他接了个电话，然后说有个 EMS 要签收。我看了一眼他的电话，来电备注是邮政快递。他离开了，我留下来继续看。电影放完，我想约同学出来逛商场，拿出手机拨打，却怎么都打不出去，屏幕右上角的信号格也消失了。这是停机了。偌大的放映厅，观众很快走光，只剩我一个，空调冷气从头顶的出风口呼啸而下。我忽然感到一丝沁骨的寒意以及恐惧，一路狂奔回家。家里很安静，安静的跟有什么东西死去了一样，让我后背发凉。回到房间，拆出五斗柜最下面的抽屉，往底下一摸，空了。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、身份证、交学费的银行卡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一下颓坐在地上，恍惚了一会儿后，才记得用手机连上了家里的 WiFi。微信最上面就是我妈的号，最后一条信息是对不起。我打了一大段话，点击发送，却只看到了鲜红的感叹号。空荡的屋子，寂静的仿佛能听见自己的越来越压抑的呼吸声。日防夜防，终究抵不过他的无所不用其极。那些之前没有往深里想到事情，也一一浮上来。1个多月前，我收到央五的录取通知书，这是我拼尽全力奔赴的梦想中的大学，却是妈妈曾经撒泼打滚也要阻止我去读的大学。然后我就像一个偷到了宝藏的小贼一样，每天换着地方藏匿我的宝贝。而妈妈一反常态，一天比一天平静，甚至连我出门玩到天黑也不管了，好像逐渐接受了女儿终于长大并即将远离的现实。我的戒心也一天比一天松懈。不久之前，她还找我借钱，妈妈想给你买套房，女孩子有防傍身，以后就有底气。我和你爸的存款也够，但是想再多给点首付款，以后你负担也轻一点。我留1万缴学费，其他的给你。我还是留了一个心眼，都给我吧，妈妈发工资会给你交学费的。从小到大我收到的红包都在她手上，还抓在我手里的就是高考成绩出来后，外婆和亲戚给的几万块。妈妈当时说的太自然，我犹豫之后还是把钱都转账给了她。直到今天早上，妈妈微笑着邀我去看电影，我以为这是她释放的主动和解的信息，毕竟距离我开学不久了，开学后她要过小半年才能看见我。紧绷了大半个月的神经终于彻底松弛下来，跟妈妈一起去看电影，并在她提前离场后还一个人没心没肺地继续看。姜还是老的辣，一切都在妈妈的计划中，一如她这么多年的算计。我抖着手用微信联系了朋友，让他帮我办个电话卡，再联系出差的爸爸，求他帮我找到妈妈，要回那些东西。做完目前能想到的这点事，坐在地上，眼泪不争气地流下来。回想第一个关于妈妈的印象，是3岁半的时候，她和爸爸一起到外婆家里，把躲在门板后面的我拽出来，抱上车。月月，宝贝，以后妈妈再也不离开你了。妈妈把挣扎不已的我紧箍在怀里的窒息感，以及被迫跟外婆分离的痛苦，一起烙进了脑海里，成为童年的第一个记忆。后来外婆告诉我的，在那天的半个月前，我的双胞胎姐姐在 ICU 躺了2年多之后，因为多脏器衰竭而停止了呼吸。悲剧起源于爸妈的疏忽大意，让姐姐在9个月大的时候爬进水桶溺水，成为植物人。之后爸妈为了医药费没日没夜的工作，我就被放在乡下外婆家。姐姐没了之后，他们在痛苦中卸下一个重担，才把我带回了家。失去一个女儿的愧疚自责，成为妈妈心头挥之不去的阴霾。从此，她无时无刻不在恐惧着再次失去一个女儿。我从小在外婆的村子里跟大孩子疯跑，精瘦的，像个小猴子。妈妈对健康饮食很有一套，坚持认为我是营养不良。每天从早上的瘦肉粥、豆浆和包子开始，到晚上的牛奶、水果结束，一天5顿，弄得软烂。
4岁上幼儿园开始就成为小胖墩、胖妞、猪妞、冬瓜的外号一直跟着我到小学，难受和自卑贯穿整个幼童时期。幼儿园运动会可以自由组合，我跑到一个眼睛大大的小男生那里，他却把我推倒了。猪妞走开，跑得跟猪一样慢，你在这里我们就会输。小孩子的喜恶是不加掩饰的，有人起头，其他小孩就跟着嘲笑。一个女孩模仿我吃东西的声音，呼噜呼噜跟猪一样。我一直哭到妈妈接我放学，晚餐在吃了一点东西没有饥饿感之后，就疯狂摇头。妈妈一手拿着衣架，一手举着勺子，我只要一扭头，衣架子就落下来，在大腿上印出一条红痕。我边哭边吃，哭着哭着开始呕吐。她前功尽弃，气急败坏地打电话给外婆：妈，你到底怎么带的月月？什么带的好好的，连吃饭都不会吃。早知道这样，我累死了也不会把孩子给你带。我扑过去抱着她的大腿哭嚎：我吃我吃，不要骂外婆。从此一旦我反抗，妈妈就会打电话给外婆抱怨和数落，之后无一例外升级为责骂。每到这个时候，我就哭着妥协。我妈也好像找到了一个让我听话的开关键。小学进了妈妈任教的私立学校，像是终于意识到我的体型问题，她给我报名了舞蹈班。第一天进入舞蹈教室的时候，本来嬉闹的声音都暂停了几秒，然后小孩子哄笑起来，我的眼泪滴答滴答下来，害怕幼儿园3年被嘲笑被戏弄的经历又要延伸到这里。妈妈，我不要跳舞了，回去吧，求你了。她完全没听到我说话的样子，把我交给了舞蹈老师。这孩子经常不听话，你该怎么训就怎么训。练舞蹈基本功很苦，拉筋、撕胯、下腰，我胖得多，更辛苦。刚练没几天，隔壁舞蹈班出事了，一个女孩在下腰的时候伤到了，家长来闹，把舞蹈室的大镜子都砸了。我吓坏了，又有点高兴，期盼以后不用练舞了。妈妈却只是给我换了一个更贵、更专业的舞蹈班。我问她，要是我的腰也弄坏了怎么办？她说正好，这样你哪儿去不了，妈妈以后就省心了。后来回想起这句话，不寒而栗。很有可能她不是说说而已，这是她的真实想法。练舞蹈的第2年，我瘦了下来，舞蹈班的同学也成了朋友。跳舞消耗大，大家书包里会放点干果零食，到下课了互相分享。妈妈给我准备的一律是全麦面包和鲜榨果汁，并耳提面命不允许吃任何其他零食。实际上，我跟一个小仓鼠一样，恨不得把小伙伴们投喂的零食都塞在腮帮子了，慢慢享受，最好还能让我在睡觉之前反刍一下。有一天，我发现了书包内层破了一小洞，偷偷把一粒巧克力豆塞进去，打算留到晚上再吃。当天晚上，妈妈搜出了那粒巧克力豆。这是什么？你个死孩子，你是不是吃了？暴怒的样子，比发现爸爸将烟头插进他养的兰花花盆里更恐怖。我哆嗦着摇头，本能自保的撒谎，我带回来，没有吃。妈妈并不相信，调了一碗橄榄油椰子油混合物，捏着我的鼻子灌下去。我的眼泪鼻涕混入碗中，一起吞下去。张嘴。他把我拎到厕所，捏着我的腮帮子，把牙关挤开，手指一直伸到喉咙深处。我吐个翻江倒海，我错了，妈妈，我错了，再也不吃了。妈妈在舞蹈班家长群里疯狂输出，她拍下那粒巧克力豆发到群中，谁给我家月月投毒？舞蹈老师第一时间出来圆场，月月妈妈因为体力消耗大，是允许孩子在课后半小时后吃一点补充电解质和维生素的食物的。妈妈质问，巧克力是适合孩子吃的吗？谁知道是不是反式脂肪？分给我零食的小朋友妈妈出来解释，这是费罗列的巧克力，不含反式脂肪酸。我家小雨只带了3粒，分给了要好的小朋友。妈妈毫不领情，已经在家给月月洗胃，并教育她在任何场合对别人的好意都要三思，懂得拒绝。希望我家孩子不要再吃到其他人给的任何东西。希望各位家长以后约束好自己孩子，也请老师好好监督一下。这些聊天记录被个别家长截图下来传播出去，这里建议这位妈妈去看心理医生哦。好可怕的控制欲，当她的女儿实惨。放在美国，这种女人当天就会被送进精神病院里，睡觉时手脚绑在床上那种。面对别人的反应和指责，妈妈气得把我关在家里1礼拜。外婆上门来跟她吵了一架，
你不想带月月就别折磨她，老婆子我在乡下也能养好她。这是我女儿，我不管她，谁管她？哪天她在外头食物中毒了，你就高兴了？吃个巧克力就中毒了，我看你脑子才中毒了。你懂什么？医生说彤彤活不过1岁，是我费尽心思才让她活过了3岁。你们谁有资格来教我怎么养女儿？一向坚硬的跟铁柱一样的妈妈，最后一句话是带着哭腔喊出来的。外婆被噎住了，长叹一口气，走了。舞蹈班没人敢给我东西吃了，分我巧克力的小雨跟我渐渐生疏了。我失去了最好的小伙伴，一直在舞蹈班待到了初中。每天2个课时的时间，没有妈妈的凝视，身心都有舒展的愉悦，对舞蹈也越发热爱。那些同学来了又去，大家都还小，爱憎怨痴离我们还很远，一起练舞的喜怒哀乐把我们都拉近了。月月，我们周末去逛街，你能出来不？我妈在我极为局限的小圈子里早就大名鼎鼎，他们还是对我发出邀请。14岁的青春少女，对融入同龄人群体有着本能的渴望。我试试。妈妈在我社交上的严谨，就是我未经允许不能走出小区。她拒绝了我出去的请求，深深的无力席卷全身，只剩下哭喊的惯性。我14岁了，妈妈，不是4岁。她无动于衷，低着头批改作业。爸爸开门回家了，看见红着眼掉泪的我，无能为力。在这个家，爸爸也是被统治的。他最大的反抗，就是在妈妈看不见的地方吸烟。气急了，也不过是把烟头扔到妈妈能看到的地方。我们像一对同病相怜的苦难人，坐在沙发上沉默无声。过了一会儿，爸爸指着门口，在我耳边小声说：“没锁门。”我眼睛一亮，悄悄走到门口，拎出小白鞋，没穿鞋子就开门走出去，从消防楼梯走到了下一个楼层，才穿好鞋，坐电梯下楼，冲出小区门口。小伙伴们在街对面的小店里等我。行啊，你出息了，吴老师转性了，肯让你出来。哈，红雨你输了，奶茶买单。听着小伙伴们的打趣，一股前所未来的畅快充盈在胸口，像雏鸟第一次展翅飞翔，像世界第一次朝我张开怀抱。一切却转过街角，戛然而止。妈妈就站在那里，雏鸟的翅膀折断，世界崩塌成阻拦在我前面的那个人影。我绝望嘶吼，妈！小伙伴们都止住了脚步，默默地缩到一边，挤成一团。妈妈走过来，柔声道：“你想跟朋友一起，就约到家里来吗？大家想吃什么，阿姨给你们做，阿姨让你们喝可乐，好不好？”我悲哀地看着她，不是没有建议过，但是大家一听来我家，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。刘宏宇鼓起勇气：“阿姨，只是去百达广场走走，离这里很近，我们很快回来的。”妈妈皮笑肉不笑：“你是刘宏宇对吧？听你妈妈说你中段考又降了名次，你哥哥是考上了人大的，他读书的时候肯定没有呼朋引伴到处耍的。”刘宏宇的脸涨红了，他从小到大最深恶痛绝的，就处处被人拿来跟哥哥比较。每一个家长都能准确无误地拿捏孩子最痛的软肋，我妈妈更厉害，不仅能拿捏我的，还能拿捏我身边所有人的。其他几人打退堂鼓：“啊，阿姨，我们就不打扰了，要不月月下次再约。”不会有下次的。拖着脚步回到楼下，我家在8楼，妈妈掉在我2米之外，不远不近。忽然间不想坐电梯，推开消防门，一步步走上楼梯，走到5、6楼之间的楼梯拐角，那里的窗户缺了玻璃，风灌进来，无形无态，无拘无束。我像被那风牵引着走到窗边。如果我像真正的鸟那样飞出去，妈妈会是什么反应？月月，妈妈轻声喊了一声。她还落在5楼的平台，一手撑着楼梯栏杆，一手扶腰，气喘吁吁。她长期教学，有下肢静脉曲张，腰椎颈椎也不好。你下来扶一下妈妈好吗？乖。她抬头仰望着我，满眼的祈求，像一个信徒正在看他的信仰，虔诚而卑微。而唯一能拯救她的，只有我。用一声灵语换她的功德圆满，熄灭了跟小伙伴像正常朋友那样交往的设想。我像一个的怪胎，只存在于朋友的嘴里、手机里，没有再多的人见过我。在舞蹈室卫生间里，亲耳听见我认为是朋友的一个女孩跟另一个女孩聊起我来，那个林子月和 Siri 都比她有趣。无趣的我
高中直升本校，以年级前3的成绩免除学费。妈妈觉得一切都是她严加管控的成果，非常满意，进而让我停掉舞蹈班。我用绝食的方式抗争，争取到了每天1个课时的喘息时间。高3的寒假，舞蹈班来了一个男老师，叫程怡，大我8岁，在大学期间就获得华夏舞曲奖现代舞银奖。我跳的是古典舞，却不妨碍我欣赏他用张扬自我的舞蹈动作尽情地挥洒生命力，那是另一种形式的自由。去央舞吧，你可以的。这是他看了我跳舞后的评价。舞蹈班的老师早就晓得我妈妈的厉害，没人敢跟我提这个。他什么不晓得，一句话把一个切字钉进我心里。那年寒假，政府决定在春节前搞个本土春晚，舞蹈班争取到了1个独舞和几个伴舞。妈妈在巧克力豆事件后很在意自己的形象，觉得女儿在这种官方活动中大放异彩是一件给她赚面子的事，也就答应了。程怡责无旁贷，成了编舞师。她编的破茧在古典舞中糅合了现代舞元素，对我是全新的挑战。你太拘束了，要放开，用符合自然运动法则的动作张扬自己，表达自己。一遍遍之后，他还是不满意，只能站在我身后，扣着我的手腕，一个一个动作的校正。第一次跟成年异性如此贴近，他的气息拂过耳后，若有若无的一点痒，身体像有微量电流淌过，心脏跳动的像不属于我。大家说我已经跳得很好了，但他还是摇头。到了他的层级，才能看出更深层的问题，才会对我有更高要求。可是压抑了10几年，无形的枷锁套得太久，套入了灵魂中，我无法也无力自行挣脱。距离本土春晚不到1个礼拜，程怡改变了方式。今天别练了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他把我带到了近郊的游乐场。妈妈曾在我的央求下带我来过，只能坐旋转木马。1、2次之后，我就再没有兴趣了。程怡带我玩的第1个项目，跳楼机。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。他跟我并排坐着，悬空在60米的高度，声音有点哆嗦。我远眺，视野从来没有过的开阔，近郊的建筑和远郊的山脉尽收眼底。骤然失重，急速坠落中，像头被拔起来，屁股离开了座椅，整个人漂浮了。按捺不住地尖叫出来，眼前没有建筑和山脉，思绪里没有任何想法，只是心脏砰砰剧跳，耳朵里灌进自己的呐喊声。从跳楼机下来后，程怡腿软得差点站不住。看到我若无其事的样子，他先是苦笑，然后大笑。我忍不住跟着大笑，笑弯了腰。10几年来不曾这样笑过，几乎忘了我也曾是一个在村子里疯跑的丫头。你笑起来很好看，像春冰乍破。他说你应该经常笑。你笑起来也很好看，像大鹅。他噎住了。其实我的意思是，他像一只天鹅。第一眼见他，诗词中的皎如玉树临风前就浮现出来。这样清淡高雅的人，跳起舞来刚劲有力又洒脱自然。幻想中的那个人自此有了形象，但他不会喜欢我。曾路过舞蹈班的休息室，看见他蜷缩在椅子上，一手攥紧手机，一手捂着嘴巴，不让自己哭出声来。只有为爱心碎心伤的人，才有那样的悲痛。少女怀春的那点心事，还没萌芽，我就掐断了。那天我回家比往常晚了1个小时。一进门，双目赤红的妈妈扑过来，狠狠一巴掌：“你跟那个男人干嘛去了？”我忘了，到点了等不到我回家，他肯定会打电话给舞蹈班，肯定已经知道是新来的男老师把我带出去了。你贱不贱啊你？才认识他几天就跟人出去鬼混。很久没有打过我的妈妈，好像把积攒了这么久的劲儿都一次性使出来似的，抄起鞋柜上的长柄鞋拔子，骤雨般落到我身上。甚至等不及在屋里打，就在门口，一边打一边骂：“去鬼混是不是？想男人了是不是？让你发骚，让你下贱。”左邻右舍听到动静跑出来看，他毫不在意，似乎要把当年巧克力豆事件带给他的丢人现眼一一还给我。爸爸试图阻止，但是妈妈吼道：“有你什么事儿？当年你要是肯搭把手帮我带一下这个死东西，彤彤也不会爬到卫生间里去。那时候不管孩子，现在又来插什么手？”爸爸愣了一下，攥紧拳头，扭头回屋里面。那时候爸爸并没有不照顾双胞胎女儿，他只想喘口气，去阳台吸根烟，而妈妈正给我喂奶。悲剧就在片刻的疏忽中发生。
妈妈没有原谅过自己，爸爸同样只能用对妈妈的言听计从来弥补，包括放任妈妈对我无孔不入的病态的控制。我没能吃饭，带着一身伤痕入睡，迷迷糊糊睡了，半夜忽然感觉到东西在拉扯我，睁开眼，发现一个人影坐床上，正在扒拉我的裤子。啊！尖叫中本能一脚蹬过去，多年练武又是应激反应，这一脚把人直接踢下了床。爸爸听到动静冲了进来，打开灯。妈妈躺在地板上捂着肚子呻吟了一会儿，爬起来狠狠瞪着我。妈，你干嘛？她咬着后槽牙，谁知道你跟那个男人做了什么？检查一下怎么了？我才注意到床上还放着手电筒，想到他刚才准备脱我裤子，一股极度的羞辱感瞬间涌上来，我浑身颤抖着，竟然说不出话来。爸爸也想到了什么，第一次冲他吼道：“你疯了！你眼里女儿到底是什么？出去！”我歇斯底里尖叫，那瞬间，好像某根一直紧箍在身上的链条终于崩断了，疯了一样把触手可及的枕头、布娃娃乱扔，砸落了墙上的画、书桌上的笔筒、架子上的相框，噼里啪啦一阵乱响。反了你了！妈妈还想扑过来，被爸爸一把拉住，生拉硬拽地拖出来房间。那一夜没有再睡着，睁着眼睛，任由泪水流淌，把多年淤积在体内的某种东西一起带出去。如果我从逆来顺受忍耐妈妈的控制，到反抗意识真正觉醒，这一晚就是转折点。我的尊严不能这样被践踏，我的人生也不应该这样被禁锢。破茧，我终于跳出了他想要表达的情感，在本土春晚上博得满堂彩。回到后台，程怡竖起大拇指，他说：“春节之后我就去首都了，今年春天的福渠杯，我想冲击一下金奖。”看着他脸上散发的自信向往的光芒，终是忍不住抱了他一下。祝你成功。他愣了一下，旋即轻轻回报了我：“你是我见过最有天赋的，你一定要往上走，你的舞台远不止这么大。”第二天在舞蹈教室开了个庆功会，在气氛最热烈的时候，我妈妈突兀地闯了进来，在大家的惊愕中把一张照片甩到我们围着做的蛋糕上。后来回忆起来，那其实是一张很好看的照片，各种表演道具和舞台设备堆砌摆放的后台，一个身形颀长的青年和一个高挑纤细的少女轻轻拥抱，宛如在纷繁复杂的世间中静待绽放的两株莲。但当时我看着这张黏糊在奶油上的纸片，一股热血冲上脑壳，烫得头脑发晕，四肢却迅速冰冷，微微颤抖。给我一个说法。我妈妈高亢的嗓音响彻舞蹈教室，特级教师不怒而威的气势把试图解释的舞蹈机构负责人都压了下去。我把女儿送到这里是让她锻炼，让她成长的，没想到你们竟然引进这好色无耻的东西，勾引女学生，带她出去鬼混，还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猥亵。她叉着腰，手指直伸，扫了一圈整个舞蹈教室，狠狠道：“这个舞蹈班就是脏污内垢的垃圾堆。”没有哪一刻想要死去的冲动如此强烈。高洁自守的程怡容留我多年的舞蹈班，只因为我的存在，竟受到这样的侮辱。可是我死不掉，求死不得的痛苦化作了勇气。我冲到妈妈面前：“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是你自己思想肮脏，才会把别人想得那么脏。”啪！妈妈一个耳光把我的脸打偏过去。一直隐忍的程怡走过来，沉声道：“你可以侮辱我，但是你的女儿比任何人都自爱自律。我无法想象你对她竟是如此恶劣。作为一个母亲，你不配拥有这么好的女儿。”最后这句话让我妈妈如遭重击，你懂什么？她尖叫着直冲过去，攒足了劲将全身重量撞到程怡身上。猝不及防，程怡往后摔倒，压塌了盛放蛋糕的小木桌。一片混乱中，我跪在地上试图扶起程怡，却扶不起来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妈疯了，对不起。程怡好像没有听见我的话，争冲了几秒钟，缓缓抽出被压在身下的手腕，有些茫然说了一句话。世界一下变得那么安静。我坠入了冰窖。他说我的手断了，程怡的手骨折了，耻骨骨折错位。我妈妈在医院梗着脖子大喊大叫。这一刻，她为人师表的躯壳剥落，露出外婆村子里撒泼的村妇的内核。是她不要脸勾引我女儿。我好好一个女儿，从小到大乖得不得了的，认识那人扎不到1个月，晚上不回家，骂我还踹我。她
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掀起衣服，那晚上被我踹的肚皮有一片淤青。围观的人用目光谴责着我，而我说不出一句解释那片淤青来源的话。程姨在复位手术之后，低着头慢慢走过来，经过我，没有看我一眼。她的手要术后3个月才能愈合，6个月才能完全复重。她错过了这个春天。程姨没有追究就离开了。我妈妈没有得到任何处罚，甚至没有赔偿医药费。她像一个正义使者，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全面胜利。我离开舞蹈班，行尸走肉一般，每天机械活在2点一线。没有再跟妈妈发生争执，因为没有意义，没有任何人能让她意识到自己的偏执和疯狂。妈妈很高兴，打电话给亲戚朋友说，这孩子真懂事了，哈哈，最后这学期了，以他的成绩，现在去考都能进 A 大。A 大是本地的普通一本综合大学，有师范专业，也有艺术类专业。毕业后在本地当个普通老师，考编进公立学校，安安稳稳，或者去私立学校，赶在他退休前还能成为他的同事，在他眼皮底下工作，也是极好的。妈妈为我未来的10年制定了详尽的计划，并稳步推进。我只能沉默，不断沉默。3月，墙上的三角梅土蕊时，手机收到了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信息：央舞学院华夏民族民间舞系舞蹈表演专业有普高生名额。大鹅，抚摸着大鹅2字，泪水不受控地滴落屏幕上。在我剥夺了他的希望之后，他依然愿意把我推进春天里。死死记住短信息上的每一个字，才狠心删掉了信息。去年底通过了艺术统考，只需要通过在校考，可是校考必须去现场。刚刚散去一角的厚重黑云，透过了一缕阳光，又聚拢了起来，将我眼前的未来笼罩得暗无天日。只能求助爸爸。可爸爸在短暂的沉默后摇头，我帮不了你。在我变得暗淡的目光中，又缓缓开口，你外婆可以。外婆打来了电话，说摔了，起不来身，下不了床。妈妈经常跟外婆吵，但是这种时候她不能对外婆置之不理。爸爸站出来说他会休1个礼拜年假，在家好好照顾我。我很快回来，好好盯着他点，最后关头了，别整什么幺蛾子。妈妈前脚去了乡下，我后脚就和爸爸就坐车赶往机场。爸，你不怕妈妈发现吗？看到忐忑中带着几丝兴奋的爸爸，忍不住问他。爸爸打开车窗，点燃一根香烟，长长的吸了一口烟，又慢慢的吐出来。你长大了，总有一天会离开家的，拦不住的。我希望你至少记得爸爸的一点好，以后过年过节还能回一趟家。还有，我也想到一个离你妈妈远一点的地方，喘口气。首都那么大，可惜我们只能争分夺秒地完成校考，再急匆匆赶回去。期间，妈妈还打来视频电话，让我和爸爸一起露脸。幸好我们在电梯里，爸爸撒谎说带我去百达商场散心去了。离开首都的时候，爸爸看着我失落的神情，拍拍我的肩膀。很快你就能再来这里，以大学生的身份。到时候爸爸和你把首都城逛一遍。我笑笑，失落不是因为没能领略首都的风光，而是没能见到程姨。他去了国外一家专业运动康复中心，他也在为了自己的梦想而竭尽全力。我们都仰望着同样的巅峰，在那个共同的终点，只要他在，我在，我们就必然会相遇。4月份的时候出成绩了，我通过了央舞的校考。不敢声张，我只能躲在被窝里，一边笑着一边流泪。高考在预造的蝉鸣中如约而至，从考场出来，我就知道成了。只要再迈过填报志愿的一关，从此天高海阔。可妈妈哪能让我轻易如愿？填报志愿开始那天，妈妈就守在我房间里，盯着我填报志愿。她改变了计划，放着 A 大不要，让我报 A 师大的定向师范生，所有的定向师范专业，只要分数够，都让我填一遍，密密麻麻几10个专业。定向师范生必须在生源地工作6年以上，违约后果严重。妈妈要的就是违约后果严重。在我被合约捆绑的6年里，足够她把我接下来的工作、恋爱、结婚、生子都安排好，我的下半生基本定型了。提交之后，她长长舒了一口气，一种尘埃落地的如释重负。我表现得很平静，好像真的懂事了，认同了她的做法。妈妈，我想出去逛逛。时至今日，她终于松口让我出去了。可以，你把口令卡给我保管吧。
我把填报志愿的口令卡放在了桌子上，双手插兜就出去了。兜里有个小卡片，这才是真正的口令卡。填报志愿最后一天，截止时间是6点。下午3点，我准备出房门，妈妈却在门外敲门。再给妈妈看一下志愿。我心里咯噔一跳，忙把真正的口令卡从口袋拿出来，塞到袜子里。就耽误这会儿功夫，妈妈已经把门敲得哐哐响。心里忽然腾起一股火气，盯着门，愣是不愿意挪动。开门啊！你在里面干嘛呢？开门！门把都拧得抖动，他的骂声也穿透进来。这是我的房子，给我开门！再不开，我把锁拆了。我用力打开门，他瞪我一眼，径直打开我的电脑。查看志愿不需要口令卡，他看到的页面跟第一天报志愿的结果一模一样。后面这些空格都填上。他掏出一张纸，里面都是本地大专院校，再把收缴来的假口令放到桌面上。在他眼里，外地的985都不如本地大专了。我呆呆坐着，一动不动。愣着干什么？妈妈推推我，继而拍打着我的后背，跟个死人一样，给谁看？我倏然站起来，约了舞蹈班的朋友，都迟到了，你自己填吧，爱填哪儿填哪儿。你个死孩子，到现在还给我犟！妈妈骂了几句，就坐到电脑桌前。我步履正常地走出房门，不徐不急穿好鞋，轻轻关上门，然后撒丫狂奔。到了楼下，给妈妈特设的电话铃声就响了。终于发现不对劲了吗？晚了。我按了静音，任凭手机疯狂抖动，一个接一个。到了一个早就物色好的偏僻的网吧，一顿行云流水的操作。所有志愿都改了，除了央五的，还有其他一线城市的大学，林林总总10几个，都是我想学的专业，都是远离这座城市的。口令卡剩下的口令全部用光，不留任何退路。手机一直被信息轰炸，除了妈妈的电话，还有爸爸、各路亲戚、我的朋友同学，所有妈妈能发动的人都被发动来联系我，一概不理。倚进宽大的椅背里，鼻尖萦绕着泡面味、外卖渣子味、键盘上的烟灰味，些许的焦虑和忐忑中，更多是浓烈的快意。6点已过，我赢了，妈妈。之后的狂风暴雨，我硬着头皮接受了。结果已定，妈妈无能狂怒而已。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后，我像一个挖到宝藏的贼，每天便招法藏东西，没有必要，绝不离开半步。没想到，隐忍了大半个月后，妈妈还是出手了，悄无声息偷走了我入学报到需要的所有资料，并主动失联，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。最初的茫然无措过后，在网上查询丢了录取通知书之后的影响，得到了并不影响入学报到的结果。慌乱的心稍微安定了下来，拿到了朋友帮我补办的手机卡，爸爸也得到消息提前回来了。但妈妈已经知道爸爸伙同我欺骗了他，根本没有理会爸爸的联系。放心吧，你是实打实考上了央五的，丢了录取通知书又不代表取消了入学资格。爸爸安慰我之后，联系上了央美招生办的老师。老师了解了前因后果，语重心长道：原生家庭无法选择，但是未来的路可以自己走的。在妈妈依旧失去联系的这些天里，我和爸爸把一些证明补办好了，并把学费打入了指定的账户里。这一切完成之后，妈妈最后的手段也变得徒劳无功。她似乎也知道了这一点，在1个星期后回来了。她说：“我要把房子卖了，去首都买房子，陪月月。”爸爸罕见地发了大火，能不能不要再折腾了？我受够你了，月月也受够你了。你再逼下去，女儿就不是去外地了，而是出国，再也不回来了。她是我生的，我去照顾她有什么错？可女儿长大了，不需要你照顾了。你能不能清醒一点？打着疼爱的幌子，你只是想控制她而已，像拿彤彤的死来控制我一样。爸爸红了眼眶，为了我能够在新的起点轻松上阵，他不惜亲手把血淋淋的伤疤撕开。妈妈面如死灰，无力颓坐下去。出发那天，我带着简单的行李，独自一人前往首都。妈妈自那天之后沉默了，但是看到我收拾好行李之后，又故态复萌，把我的行李撒一地。我不得不提前离开家，在酒店住了一夜，第二天一早上了第1班高铁。饶是如此，我依旧在高铁站验票口之外看到了妈妈，她声嘶力竭地喊着月月，没有留恋与犹豫，我坚定地踏上旅途。家乡的风景在飞速地倒退，妈妈也距离我越来越远。
我知道他并不会这么容易放弃，也许某天就出现在校门口。但是我的脚步既然已经迈出去，就不会再被任何人拽回去。未来的路也许会比过去更崎岖，但我不恐惧，因为我眼前不仅有远方，还有舞蹈，还有大鹅。